我在55°C高温下被活活热死，睁眼却回到了办公室，皮肤像是被千万根烧红的针同时刺入，每一口呼吸都带着灼热的气流，仿佛肺部正在被火焰炙烤。我瘫软地跪在那扇紧闭的防盗门前，手指早已因为过度拍打而血肉模糊，指甲缝里塞满了木屑和血迹。钟明、苏柔，开门！我的声音嘶哑的几乎不像人类，喉咙干的能尝到血腥味，每一次发声都像是有刀片在刮着我的声带。透过门缝，我能听到里面传来空调运转的嗡嗡声，还有两人争吵的声音。那声音在我听来如此刺耳，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天籁之音，而我却被隔绝在这个炼狱般的走廊里。都是你这个蠢货，要不是你急着把他推出去，我们现在还能装好人。这是周明的声音，充满了暴躁和怨恨，全然没有往日的温柔体贴。我哪知道会这么热，谁知道天气预报这么不准。苏柔带着哭腔反驳，声音中却听不出多少愧疚，只有对自己处境的懊悔。快想想办法，水快喝完了。我绝望地靠在门框上，视线开始模糊。手机早在3天前就因为高温自动关机，我记不起这是第几次敲他们的门，我的手臂已经抬不起来了，每一次敲门都像是在消耗我最后一点生命力。记忆闪回到1周前，那个让我万劫不复的夜晚。那天晚上，我提前下班回家，推开卧室门的那一刻，看到的却是周明和苏柔纠缠在一起的身影。我的男友和我最好的闺蜜在我的床上做着最肮脏的事情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我当时的声音一定在发抖，双腿像是被钉在地上，无法移动半步。眼前的一幕让我大脑一片空白。周明慌乱地抓起被子，而苏柔却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。婉婉，你别误会，我们只是……他的话语断断续续，眼中却闪烁着胜利者的光芒。误会？你们这叫误会？我尖叫着冲上去，理智已经被愤怒吞噬，只想撕烂这对狗男女的脸，却被周明一把推开，他的力气大得让我撞在墙上，后背传来剧痛。也就是在那天，我发现了他们的阴谋，他们一直在谋划着让我卖掉父母留给我的房子，然后卷钱跑路。我藏在抽屉里的房产证不翼而飞，银行账户里的存款也被转走了一大半。原来所谓的爱情和友情，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。我报警了，但警察说证据不足，需要进一步调查。我闹到公司，却被同事指指点点，说我被男人甩了，精神不正常。我失去了所有爱情、友情、积蓄、尊严，一夜之间，我从一个幸福的人变成了所有人眼中的笑话。而这最后的致命一击，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极端高温。天气预报说今年夏天气温会偏高，但谁也没想到会高到这种程度。昨天还是正常的38°C，一夜之间就飙升到了45°C。而今天手机推送的最后一条消息是，全市气温已突破55°C，请市民尽量避免外出。我原本躲在公寓里，靠着冰箱里仅剩的食物和水苟延残喘，直到周明和苏柔假装求和，说愿意把房子还给我，只要我过去签个字。我像个傻子一样相信了，满心以为他们还有一丝良知。结果我刚一进门，他们就抢走了我带来的水和食物，然后把我推了出去，反锁了房门。林婉，你不是很有骨气吗？不是说要让我们付出代价吗？现在你就去外面好好冷静冷静吧。这是周明关门前的最后一句话，语气中满是嘲讽。我在走廊里拍门、哭喊、哀求，直到嗓子完全嘶哑，整栋楼像是死了一样，没有人回应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大部分人都已经热晕或者逃命去了。热浪一层又一层的袭来，我感觉自己的皮肤正在被烤焦，汗水早已流干。恍惚中，我看到父母站在远处向我招手，他们去世已经3年了，留给我的只有那2套房子和一笔存款，而现在存款被卷走，房子也即将失去。我不甘心，如果有来生，我用尽最后的力气，在滚烫的地面上写下2个字：报仇。然后我的世界陷入一片黑暗，意识消散的最后一刻，我发誓，如果能重来一次，我一定要让这对狗男女付出代价。林婉，下班了，发什么呆呢？有人拍我的肩膀，我猛地睁开眼，刺眼的不是灼热的阳光，而是办公室明亮的白炽灯。空调吹出的凉风拂过我的脸颊，让我浑身一颤，那种被炙烤的感觉仿佛还在皮肤上残留。我不是死了吗？我颤抖着低头，看到面前是熟悉的办公桌，电脑屏幕还亮着，旁边同事王小正奇怪地看着我，他的表情带着关切，却让我有种不真实的感觉。你做噩梦了，叫你好几声都没反应。王小弟给我一张纸巾，擦擦汗，你看你满头大汗的。我下意识地去摸手机，屏幕上显示的日期让我瞳孔猛缩。8月13日，我重生了，我居然回到了20天前，回到高温末世来临之前。记忆如潮水般涌来，那场持续3个月的极端高温，断水断电，城市停摆，无数人在热浪中死去。我的手指深深掐进掌心，疼痛让我确认这不是梦。你没事吧？脸色这么难看，王小担忧地问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没事，可能有点低血糖，那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对了，你男朋友今天不是说要来接你吗？男朋友这3个字让我胃部一阵绞痛。我拿起手机，看到微信上周明发来的消息：宝贝，今天加班，晚点回去，给你带了你爱吃的草莓蛋糕。多么体贴的男友！如果不是死过一次，我绝对不会想到这张温柔的面具下藏着怎样的恶毒。我强忍着把手机砸碎的冲动，回复了一个好字。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。上一世我被愤怒冲昏头脑，直接冲回去找他们对峙，结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这一次我要冷静，要计划周全。距离那场要命的高温还有20天，20天足够我做很多事情，足够我抽干周明的经济价值，足够我打造一座坚不可摧的高温堡垒，足够我囤积足以支撑数月的物资，足够我看着那对狗男女在高温地狱里慢慢煎熬，求生不得。
求死不能。我收拾好东西，走出公司大楼。8月的晚风还带着白天的余热，但我却感到一阵寒意，不是身体上的，而是从心底升起的刻骨的恨意。周明、苏柔，这一次我要你们为你们的背叛付出代价。我抬头看向夜空，嘴角慢慢扬起一个冰冷的弧度。游戏开始了，这一次我不会再心软，这一次我要做那个活下来的人，这一次我要亲眼看着你们下地狱。第二天一早，我顶着2个黑眼圈去了公司。昨晚一夜没睡，我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下了整个复仇计划，每一个步骤都反复推敲，确保万无一失。第1步，辞职。我需要时间，大量的时间来准备我的堡垒和物资。我直接走进了总监办公室。李总，我要辞职。李总监从文件中抬起头，一脸震惊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辞职，现在，立刻。我把辞职信放在他桌上。工资我可以不要，但我今天必须走。明晚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？之前不是做得好好的吗？李总监的眼神中带着关切，这让我心头一暖，但更多的是愧疚。他是个好人，上一世我死后，他是唯一一个为我发声的人。我露出一个疲惫的笑容，家里出了点事，需要我全身心处理。李总，拜托了。也许是我的眼神太坚定，也许是李总监感受到了我的决绝，他最终叹了口气，在辞职信上签了字。半小时后，我抱着纸箱离开了公司。王晓追出来，婉婉，你疯了吗？怎么说辞就辞？我拍拍他的肩膀，我没事，照顾好自己。我没有回头，因为怕看到他的眼泪。接下来我要回那个家我和周明合租的公寓。路上，我给周明发了条消息，亲爱的，我辞职了。想给你的惊喜几乎是秒回。什么？你怎么辞职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回去跟你说。对了，我打算卖房买婚房了，你之前看中的那套房子，我们今天就定下吧。这条消息发出去后，对面沉默了整整5分钟，然后是一连串的回复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宝贝，我这就请假回去，你等我。隔着屏幕，我都能想象到他那副欣喜若狂的嘴脸。婚房，呵，他以为终于要得手了。我回到公寓，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，衣服、护肤品、重要文件、笔记本电脑，所有属于我的，我全都打包。但最重要的是找到周明的证件、身份证、银行卡、工作证。我翻遍了他的抽屉和衣柜，终于找到了我需要的东西。因为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再让自己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。晚上，我接到了周明的电话，宝贝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房子卖的怎么样了？他的声音里满是急切。快了，我淡淡的回答。再等等。那买房的钱，放心，都在我卡上。我冷笑，一分不少。挂断电话，我站在地下室的中央，环视着这个即将完工的堡垒。这里将是我未来几个月的王国，而我将在这里优雅地看着那对狗男女在高温中煎熬。改造计划：降温、储水、防爆，把地下室打造成末世堡垒。第2天，工人陆续上门，我请了3个施工队，同时进行改造。第1队负责加固门窗，地下室的门换成了防爆级别的钢板门，外面还加了一层防盗门，2层门之间留了夹层，可以存放东西。所有的窗户都贴了防爆膜，外面加装了可活动的遮光板。第2队负责改造通风系统，通风管全部更换成不锈钢材质，顶部做了防雨帽和防虫网。我还在通风口附近安装了几个静音风扇，确保空气流通。第3队负责水电改造，地下室的电路独立出来，接了一个单独的电表。我在墙角挖了一个蓄水池，做了防水处理，可以储存大量用水。这些工程同时进行，噪音很大，但我毫不在意。我每天在工地上盯着，确保每一处改造都符合我的要求。晚上，我睡在别墅2楼的卧室里，拿出笔记本继续规划。改造清单上一项项被划掉。加固门窗完成，改造通风完成，独立电路完成，蓄水池完成，隔热层进行中，监控系统待安装，物资采购待开始，距离高温来临还有15天，时间很紧，但我不能慌。第4天，隔热层施工开始，我在地下室的墙壁和天花板上都加装了隔热材料，外面又铺了一层保温板。这样一来，即使外面温度飙升到50摄氏度，地下室的温度也能保持在相对舒适的范围。施工队长是个老实人，看我这么大手笔，忍不住问：姑娘，你这是要防什么？台风？我笑了笑，比台风更可怕的东西。他一脸不解，但也没多问。第5天，监控系统安装完成，我在别墅4周安装了6个摄像头，覆盖了所有可能的入口，监控画面直接连接到地下室的电脑上，24小时不间断录像。我还装了一套报警系统，一旦有人闯入，地下室里会立刻收到警报。第6天，市区的学区房有了买家，价格比我的预期还要低一些，但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钱到账的那一刻，我松了口气。现在我手上有足够的资金，可以开始大规模囤货了。我列了一张长长的清单：水、食物、药品、降温设备、能源储备，每一样都要准备充足，因为这一次我绝不会再让自己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。晚上，我接到了周明的电话：宝贝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房子卖的怎么样了？他的声音里满是急切。快了，我淡淡的回答。再等等。那买房的钱，放心，都在我卡上。我冷笑，一分不少。挂断电话，我站在地下室的中央，环视着这个即将完工的堡垒。这里将是我未来几个月的王国，而我将在这里优雅地看着那对狗男女在高温中煎熬，就像他们曾经对我做的那样。我攥紧方向盘，眼神坚定。这一次
我要做那个活下来的人。在末世，一滴水就是一条命。堡垒改造基本完成后，囤货正式开始。我租了一辆货车，开始了疯狂采购的第一天。第一站，桶装水厂，要100桶。我对老板说，老板吓了一跳。多少？100桶。我重复，我开了个农家乐，需要大量饮用水。这个理由很蹩脚，但老板不在乎，有大单生意，他高兴还来不及。我留了地址，让他们分批送到别墅。第二站，超市，瓶装水50箱，各种规格都有，矿泉水、纯净水、功能性饮料，只要是液体，我全都买。第三站，净水设备店，净水器3台，滤芯20套，滤水器5套，净水片10瓶。第四站，制冰机专卖店，大型制冰机1台，小型制冰机3台，冰格、冰袋、保温箱统统买下。一天下来，货车跑了10几趟，地下室的角落堆满了各种水，但我还不够。第二天，我继续采购，这次买的是储水设备，大型储水桶10个，每个能装200升水；中型储水箱5个，每个能装100升，还有各种小型的储水器具，加起来又能装几百升。我把这些储水设备全部装满，存放在地下室的各个角落。粗略估计，我现在的储水量已经超过了5吨，一个人正常饮用一天需要2升水，5吨水足够我喝7年。但这还不够，我还要考虑洗漱、清洁、降温，所以我继续买。第3天，我买了大量的净水片和消毒剂，万一储水用完了，我还需要净化雨水或者其他水源。我还买了几本关于野外求生的书籍，里面有详细的净水方法。第4天，我买了大量的电解质冲剂和口服补液盐，高温下容易脱水，需要及时补充电解质。这些东西在末世可能比黄金还珍贵。第5天，我买了各种口味的浓缩果汁和饮料冲剂，长期只喝白水会腻，需要换换口味，而且有些饮料含有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对身体有好处。1周下来，地下室的水已经堆成了小山，我坐在水堆中间，第一次有了些许安全感。上一世，我被推出门外的时候，最渴望的就是一口水。那一夜，我在55摄氏度的高温下，喉咙干得能冒烟，却找不到一滴水。整栋楼的供水早就断了，水龙头里流出的是滚烫的蒸汽。而现在，我有了5吨水，我可以洗澡，可以制冰，可以尽情的喝。而周明和苏柔将会在他们那个没水没电的公寓里，慢慢体会什么叫绝望。晚上，我打开手机，看到周明发来的几十条消息和未接来电，我懒得看，直接关机。现在，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谁有了？接下来是食物，把地下室变成清凉世界，解决了水的问题。接下来是降温设备，这是比水更重要的生存物资。上一世，我死于热衰竭，我知道在持续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下，没有降温设备，人活不过3天。第一站，空调专卖店，大功率空调3台，全部是最节能的型号。空调扇10台，可以加水加冰，降温效果更好。便携式冷风机20台，电池供电，可以随身携带。第二站，电器城，工业风扇5台，风力强劲，家用电风扇10台，静音设计，循环扇5台，可以促进空气流通。第三站，户外用品店，遮阳帐篷3顶，防晒指数最高，隔热垫、冰袋、冷却背心全都买下。第四站，建材市场，隔热膜、遮光布、保温棉。我要把地下室打造成一个彻底隔热的空间。买降温设备的同时，我也在考虑能源问题。空调再好用，没电也是白搭，所以我买了很多蓄电池，大型户外电源5台，每台能存几度电，中型充电宝20个，小型充电宝50个，各种型号的电池，我买了整整1箱。太阳能板我也买了，但只是备用。高温末世里，太阳能板效率会大大降低，而且容易损坏。我更依赖蓄电池，充满一次电足够我用好几天。我还买了一台静音发电机作为最后的保障。当然，发电需要燃料，我又买了几大桶柴油。降温设备买完后，我开始采购隔热材料。遮光窗帘买了20套，全部是最后的那种。隔热贴纸买了几十卷，可以贴在所有玻璃表面。我还买了大量的泡沫板和保温棉，用来进一步加固地下室的隔热层。安装这些设备花了2天时间，3台空调全部安装在地下室的不同位置，确保每个角落都能吹到。空调扇和风扇分布在各个房间，随时可以开启。所有窗户都贴上了隔热膜，外面加装了遮光板。测试效果的那天，我开了2台空调，地下室的温度很快降到了20摄氏度，而外面是38摄氏度。我满意地点点头。现在，即使外面变成炼狱，我的地下室依然是清凉世界。我可以在这里穿着长袖，盖着被子，喝着冰饮，而周明和苏柔将会在他们那个没空调的公寓里被热浪蒸烤。想到这个画面，我心里一阵畅快。晚上，我打开监控，看到周明正在打电话，他看起来很烦躁，不停地走来走去。我调大音量，听到他在说他到底去哪了，电话也不接，消息也不回，对面应该是苏柔，但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我冷笑一声，关掉了监控，让他们着急去吧。很快，他们就没心情找我了，因为高温就要来了。水和降温设备都准备充足后，我开始大规模采购食物，原则是少烹饪、易保存、高热量。在高温环境下，开火做饭是一种折磨，所以我主要买即食食品。第一站，批发市场，方便面50箱，各种口味都有，自热米饭100盒，自热火锅50盒，罐头食品200罐，肉类、蔬菜、水果样样齐全。压缩饼干50包，能量棒100根。第二站，超市，面包、蛋糕、饼干，各种烘焙食品，保质期长的全都买下。坚果、肉干、果脯，高热量零食装了满满一车，巧克力、糖果、蜜饯，甜食可以快速补充能量。第三站，粮油店，大米500斤，
面粉200斤，食用油20桶。盐糖调料各买了几10包，虽然我不打算经常做饭，但这些是基本保障。第4站，冷冻食品批发市场，我买了一个大冰柜，专门存放冷冻食品，速冻水饺、汤圆、包子、馒头，各买了几10袋，冷冻肉类、海鲜、蔬菜，把冰柜塞得满满当当。第5站，零食店，薯片、饼干、果冻、饮料，各种零食装了10几箱，这些东西虽然没什么营养，但可以改善心情，在末世里保持心理健康同样重要。买完食物，我开始采购药品，这是比食物更重要的生存物资。第1站，药店，藿香正气水50盒，防中暑必备，退烧药、止痛药、消炎药各买了几10盒，止泻药、止吐药、胃药、消化系统药品齐全，创可贴、纱布、碘伏、酒精、外伤药品装了整整1箱。第2站，医疗器械店，体温计、血压计、血糖仪、基础检测设备、退热贴、冰袋、冷敷贴、降温用品买了大量，氧气瓶、制氧机、呼吸辅助设备。第3站，保健品店，维生素片、钙片、蛋白粉、营养补充剂、益生菌、螺旋藻、鱼油，各种保健品买了一大堆。第4站，日用品店，湿巾、纸巾、卫生巾买了一车，洗发水、沐浴露、牙膏、牙刷、洗护用品齐全，一次性内衣裤、袜子买了几百套，防晒霜、防晒喷雾、遮阳帽、防晒用品大量，所有物资采购完毕，已经是10天后。地下室被塞得满满当当，只留下一条狭窄的通道，我坐在物资堆中间，盘点着库存，水5吨以上，够用1年以上；食物按最低消耗量够吃8个月；药品常规疾病都能应对；能源蓄电池充满电，省着用能撑3个月；降温设备3台空调、10台空调扇，各种风扇若干。我满意地点点头。现在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即使外面变成炼狱，我也能在这里活得很滋润。而周明和苏柔，我打开手机，看到周明发来的最后一条消息：林婉，你他妈的到底去哪了？再不回来我就报警了。报警！我笑出了声。很快，警察就没空管这种小事了，因为一场高温已经开始。第9章监控里的好戏开场，看着他们一步步走向绝望。囤货完成后，我开始了最后的准备工作。我在公寓里留下了几个隐蔽的摄像头，周明和苏柔不知道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视之下。我打开监控软件，画面里出现了熟悉的客厅，周明正在打电话，表情看起来很烦躁。他到底去哪了？电话不接，消息不回，房子的事也没下文，对面应该是催债的。我留下的那笔过桥贷款，这几天应该已经开始催收了。周明挂断电话，狠狠地把手机摔在沙发上。操！他爆了句粗口。苏柔从卧室走出来，脸色也不好看。还没找到他？没有，这女人跟人间蒸发了一样。他不会发现了吧？苏柔有些担心。我们的事不可能。周明打断他，他那个脑子能发现什么？我在屏幕前冷笑。是啊，我那个脑子确实发现不了什么，要不然也不会被你们耍得团团转。但现在不一样了。周明在客厅里来回踱步。现在的问题是那笔贷款100多万，利息每天都在涨。他不是说了会卖房吗？苏柔安慰他，可能真的是家里有事耽搁了。等，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周明突然暴怒，你想办法联系他。苏柔拿出手机给我发了条消息，婉婉，你去哪了？周明很担心你，看到回个电话呗。我看到这条消息，差点笑出声。担心我？是担心我的房子吧？我截了张图保存下来，这是证据，证明他们早就勾搭在一起。晚上，周明接到了催债电话，什么？明天必须还？什么时候能恢复？什么？不确定。他愤怒地挂了电话。怎么啦？苏柔问。供电局说电网负荷太大，要轮流停电。那空调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凉拌。两人面面相觑，脸色都很难看。我关掉监控，从冰柜里拿出一瓶冰镇果汁，冰凉的液体划过喉咙，舒服的我眯起了眼睛。这才只是开始。第二天，催债的人真的上门了，3个彪形大汉敲开了公寓的门。周明吓得脸都白了。钱呢？为首的光头男人冷冷地问。我现在没钱。周明结结巴巴地说。没钱？光头男笑了。那不好意思，按照合同，我们要收点利息。他身后2个男人走上前，活动着手腕。周明吓得往后退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这是法治社会。法治社会？光头男笑得更开心了。你借高利贷的时候怎么不说法治社会？接下来的画面有些血腥，我没有看完。我关掉监控，走到地下室的冰柜前，拿出一盒冰淇淋，香草味的，我最喜欢的口味。我坐在沙发上，一边吃冰淇淋，一边想象周明现在的惨状，一定很疼吧？但再疼也比不上被活活热死的痛苦。我经历过那种痛苦，现在轮到他了。反常的8月，气温开始飙升，城市陷入恐慌，囤货和改造全部完成，距离那场要命的高温还有5天。我坐在地下室的沙发上，打开电视看新闻，气象主播正在播报天气。今年夏季气温异常偏高，未来几天将持续攀升，请市民做好防暑降温工作。画面切换到专家访谈，一位气象学家正在解释，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极端天气频发，今年夏天的气温确实超出了往年同期。我关掉电视，打开手机，朋友圈和微博都在讨论天气。今天40摄氏度，热爆了，空调坏了，救命！天气预报说明天更热，真的假的？我刷新了一下天气 app， 显示当前气温38摄氏度，明天42摄氏度。但我知道明天不会只有42摄氏度，上一世
气温是一夜之间飙升的，前一天还是正常的38摄氏度，第二天直接跳到45摄氏度，第三天50摄氏度，然后就一直维持在55摄氏度左右。那种突然的变化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。我起身检查了一遍地下室的设备，空调运转正常，蓄电池电量满格，储水池装满，食物和药品分类存放。我打开监控，看到周明的公寓，两人已经被催债的人打了一顿，鼻青脸肿的躺在沙发上。苏柔正在给他涂药，疼吗？他问。你说呢？周明没好气的回答。那帮王八蛋下手真狠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继续找林婉，必须找到他。他们不知道，我就坐在屏幕前看着他们。第二天气温果然飙升，早上醒来，手机推送了一条高温红色预警，今日气温将突破45摄氏度，请市民尽量避免外出，做好防暑准备。我打开空调，地下室的温度显示21摄氏度。我走到窗前，拉开一条缝隙，外面的阳光刺眼的可怕，空气像是被扭曲了，马路上的行人明显减少，偶尔有几个也是全副武装，走得飞快。我打开监控，看到周明正在打电话。什么？停电？什么时候能恢复？什么？不确定。他愤怒地挂了电话。怎么啦？苏柔问。供电局说电网负荷太大，要轮流停电。那空调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凉拌。两人面面相觑，脸色都很难看。我关掉监控，从冰柜里拿出一瓶冰镇果汁，冰凉的液体划过喉咙，舒服的我眯起了眼睛。这才只是开始。第三天气温达到48摄氏度，城市开始限电，每天只有几个小时有电，超市里的水被抢购一空，价格翻了3倍。我打开监控，看到周明和苏柔正在争吵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出的馊主意，我们怎么会欠那么多钱？这能怪我吗？是你自己贪心。两人吵得不可开交，最后甚至动了手。我在屏幕前吃着冰镇西瓜，看得津津有味。第4天气温突破50摄氏度，城市供水开始紧张，高层住户已经没水了。我打开监控，看到周明正拿着杯子接自来水，但水龙头里只流出几滴浑浊的液体。操！他狠狠踢了一脚墙壁。苏柔坐在沙发上，脸色苍白。我渴什么渴？我也渴。他们不知道，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已经被我带走了。第5天气温达到55摄氏度，城市彻底停摆，交通瘫痪，通讯中断。我坐在地下室的沙发上，打开一瓶冰镇啤酒。游戏正式开始了。气温突破45摄氏度的第2天，城市开始轮流停电。我坐在地下室的监控前，看着外面的世界逐渐陷入混乱，马路上空无一人，商店全部关门，偶尔有几辆车飞驰而过，也都是慌不择路。新闻播报已经停止，电视信号时断时续，手机还有信号，但网络已经很不稳定。我打开监控，切换到周明的公寓。停电后，空调停止运转，室内温度迅速攀升。周明和苏柔瘫在沙发上，浑身是汗，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。好热。苏柔虚弱地说。能不能开空调？开什么开？没电。周明暴躁地回答。那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两人沉默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苏柔突然说，我想起来了，林婉之前买过一个便携小风扇，你找找看。周明翻箱倒柜地找了起来，10分钟后他找到了，但按了几下开关，没有任何反应。没电了。他颓然坐在地上。那充电啊？充什么电？没电怎么充？苏柔不说话了，只是不停地擦汗。我喝了一口冰镇可乐，继续看戏。他们不知道，他们找的那个小风扇是我故意留下的，而且我早就把电池取走了。晚上温度依然没有下降，45摄氏度的高温持续着，整个城市像是一个巨大的蒸笼。我开了2台空调，地下室的温度稳定在23摄氏度。我洗了个冷水澡，然后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，红烧牛肉罐头配自热米饭，再来一杯冰镇果汁。吃完晚餐，我躺在柔软的床上，打开笔记本电脑，开始看电影。而周明和苏柔正在经历地狱般的煎熬。第2天早上，我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温度，地下室恒温22摄氏度，非常舒适。我打开监控，看到两人的状态明显比昨天更差，两人嘴唇干裂，脸色苍白，眼神涣散，他们已经1天1夜没喝水了。我要死了。苏柔虚弱的呻吟。闭嘴。周明的声音也嘶哑的几乎听不清。死不了。水，给我水。周明挣扎着爬起来，走到厨房，但水龙头里一滴水也没有。他打开冰箱，里面空空如也，都没了。他喃喃地说。什么？苏柔瞪大眼睛。啤酒呢？饮料呢？昨天就喝完了。那怎么办？周明没说话，只是看着窗外。窗外一片漆黑，整个城市都停电了，偶尔有闪电划过，照亮空荡荡的街道。林晚，苏柔突然说，他一定有水，他回老家了，山里肯定有水。周明眼睛一亮。对，他说过他在山里避暑，我们去找他。找他？你知道他在哪吗？他说过他爸妈有套别墅在郊区。周明犹豫了一下，现在出去太危险了。那怎么办？在这里等死吗？两人陷入沉默。我拿起手机，又发了一条朋友圈，配图是一杯冰镇柠檬水，配文：山里避暑真舒服，仅对周明和苏柔可见。发完，我关掉手机，继续享受我的清凉世界，让他们看到却得不到，这才是最好的报复。煎熬第一夜，汗水与争吵。他们在绝望中互相指责。停电后的第一个夜晚是最难熬的。我坐在地下室的沙发上，空调吹着冷风，手里捧着一盒冰淇淋。监控画面里，周明和苏柔正在经历地狱般的煎熬。室内温度计显示45摄氏度，
而且还在上升。两人躺在客厅的地板上，汗水浸透了衣服和头发，热，好热。苏柔喃喃地说：“我要死了。”闭嘴！周明暴躁地吼道：“我也热，都是你！”苏柔突然爆发了。要不是你贪心，我们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？怪我！周明冷笑，当初是谁说林婉傻好骗？是谁说只要拿到他的房子就万事大吉？我那是为你好，为我好，你他妈就是为了钱！两人越吵越凶，声音越来越大。我在屏幕前端着一杯冰镇柠檬水，看得津津有味。这才只是开始，吵了一会儿，两人都没力气了，瘫在地上喘气。水，苏柔虚弱地说：“我要喝水。”周明挣扎着爬起来，走到厨房，但水龙头里一滴水也没有。他打开冰箱，里面空空如也，都没了。他喃喃地说：“什么？”苏柔瞪大眼睛：“啤酒呢？饮料呢？昨天就喝完了。那怎么办？”周明没说话，只是看着窗外。窗外一片漆黑，整个城市都停电了，偶尔有闪电划过，照亮空荡荡的街道。临晚，苏柔突然说：“他一定有水，他回老家了，山里肯定有水。”周明眼睛一亮：“对，他说过他在山里避暑，我们去找他。找他？你知道他在哪吗？”他说过他爸妈有套别墅在郊区。周明犹豫了一下，现在出去太危险了，那怎么办？在这里等死吗？两人陷入沉默。我拿起手机，又发了一条朋友圈，这次是一张照片，地下室的一角堆满了瓶装水和饮料，配文：储备充足，可以安心避暑了，仅对周明和苏柔可见。发完，我关掉手机，继续享受我的清凉世界，让他们看到却得不到，这才是最好的折磨。我躺在床上，盖上被子，安心入睡。明天会更热，而他们会更绝望。第二天，气温突破50摄氏度，城市彻底停摆，街道空无一人。我坐在地下室的冰垫上，吃着冰镇西瓜，打开监控。周明和苏柔的状态明显比昨天更差，两人嘴唇干裂出血，脸色苍白，眼神涣散。他们已经2天没喝水了。我要死了。苏柔虚弱的呻吟，坚持住。周明的声音也嘶哑的几乎听不见。我们去找水，去哪找？楼下，老陈家。周明挣扎着站起来，摇摇晃晃地走向门口。苏柔也想站起来，但试了几下都失败了。你去，我等你。周明犹豫了一下，最终点点头，独自出门了。我切换监控，看到周明踉跄地走在走廊里，50摄氏度的高温，即使室内也像一个烤箱。他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，汗水浸透了衣服。终于，他敲响了老陈家的门。谁啊？门里传来老陈虚弱的声音：“陈叔，是我，小周。”门开了一条缝，露出老陈苍白的脸。你来干什么？水，给我点水。老陈犹豫了一下，最终从门缝里递出一瓶水。周明接过水，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，疯狂地想拧开瓶盖，但他的手抖得太厉害，怎么也拧不开。老陈叹了口气，帮他拧开瓶盖。周明仰头就灌，一口气喝了大半瓶。慢点，别呛着。喝完后，周明终于缓过气来。陈叔，还有吗？我女朋友也……老陈摇摇头，就这一瓶了，我自己也没了。周明的眼神变得疯狂，不可能，你一定还有。他猛地推开门，冲进老陈家。老陈惊慌地阻拦：“你干什么？出去！水，把水交出来！”周明像是疯了一样，翻箱倒柜地找。老陈想阻拦，却被他一把推倒在地。我在屏幕前冷冷地看着这一切，这就是人性，在生死面前，所有的道德和善良都不值一提。周明找到了老陈的藏水，3瓶矿泉水藏在床底下，他狂笑着抢过水，转身就跑。老陈倒在地上，绝望地伸出手：“不要，那是我的。”但周明头也不回地跑了。我关掉监控，走到冰柜前，拿出一瓶冰水，冰凉的液体划过喉咙，舒服的我叹了口气。周明，你看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爱情，在生死面前，苏柔连站起来陪你一起找水的力气都没有，而你为了活命，可以毫不犹豫地抢走别人的救命水，你们真是绝配。城市陷入恐慌，末日下的疯狂，气温持续50摄氏度以上的第3天，城市彻底乱了。我坐在地下室的监控前，看着外面的世界走向崩溃，供水完全中断，电力供应时有时无，超市被洗劫一空，街道上开始出现暴徒。我打开监控，看到公寓楼下的小卖部被人砸开了，几个男人冲进去，疯狂地抢东西，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，货架空空如也，冰柜里只剩一些融化的冰水。那些人愤怒地砸毁了所有东西，然后离开了。我切换到周明的公寓，两人的状态惨不忍睹。苏柔已经神志不清，一直在说胡话。周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，他们抢来的那几瓶水早就喝完了，现在他们真的弹尽粮绝了。这天晚上，周明突然说：“楼下老陈，他还有水，怎么拿？”苏柔虚弱地问：“你去求他？”我没力气，你必须去。周明突然暴怒：“你想死在这里吗？”苏柔哭了：“你为什么不去？”周明说不出话。我知道为什么，他上次抢了老陈的水，现在没脸再去。你去。周明的声音软了下来，求他，给他，什么都可以。苏柔听懂了，他的眼神变得绝望，但他还是挣扎着站了起来，因为他知道不去就是死。我切换监控，看到苏柔摇摇晃晃地走出公寓，她穿着一件薄薄的睡裙，头发散乱，像是游魂。她敲响了老陈家的门，门开了一条缝，露出老陈苍白的脸：“陈叔，给我点水，求你了。”老陈犹豫了一下，
最终从门缝里递出一瓶水。苏柔接过水，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，但她没有立刻喝，而是问：“还有吗？”我男朋友也。老陈摇摇头。苏柔的眼神变得疯狂，她突然推开门，冲进老陈家，把水交出来。她像是疯了一样，翻箱倒柜的找。老陈想阻拦，却被她一把推倒在地。我在屏幕前冷冷地看着这一切，这就是人性，在生死面前，所有的道德和善良都不值一提。苏柔找到了老陈的藏水，2瓶矿泉水藏在衣柜里，她狂笑着抢过水，转身就跑。老陈倒在地上，绝望地伸出手，不要，那是我的。但苏柔头也不回地跑了。我关掉监控，走到冰柜前，拿出一瓶冰水，冰凉的液体划过喉咙，舒服的我叹了口气。苏柔，你看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爱情，在生死面前，周明连陪你一起去找水的勇气都没有，而你为了活命，可以毫不犹豫地抢走别人的救命水，你们真是绝配。高温持续了1周，我已经完全适应了堡垒里的生活。每天早上我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温度，地下室恒温在22摄氏度，非常舒适。我洗了个冷水澡，然后做早餐，自热米饭配罐头鱼，再来一杯冰镇果汁。吃完早餐，我打开电脑查看监控，别墅4周的监控显示，附近已经没有人了，要么热死了，要么逃命去了。我切换到周明的公寓，两人的状态惨不忍睹。苏柔已经神志不清，一直在说胡话。周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，他们抢来的那几瓶水早就喝完了，现在他们真的弹尽粮绝了。我关掉监控，开始整理物资。这1周我消耗了不少水和食物，但相对于我的储备来说，只是9牛1毛。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，我的物资足够支撑1年以上，而我只需要撑3个月。上一世高温持续了3个月后开始回落，这一世应该也差不多。中午我开了空调，躺在沙发上看电影，笔记本电脑里存了几百部电影和电视剧，足够我打发时间。下午我拿出瑜伽垫，做了一些简单的运动。长期不运动对身体不好，需要适当活动。运动完，我洗了个冷水澡，然后睡了个午觉。晚上我打开冰柜，拿出一盒冰淇淋，香草味的，很甜。我一边吃冰淇淋一边写日记。第7天，他们开始喝马桶水箱里的水。第8天，苏柔出现了幻觉，一直在喊妈妈。第9天，周明试图撬开邻居的门，被打了回来。第10天，两人开始互相指责，差点打起来。这些记录都是我复仇的见证。写完日记，我打开监控，看到周明正跪在苏柔面前，求你给我点水。苏柔虚弱的摇头，没有，都没了。你一定还藏着。没有，真的没有了。周明突然暴起，掐住苏柔的脖子，给我水。苏柔拼命挣扎，但哪是周明的对手？他的脸涨得通红，眼球突出。就在我以为他要被掐死的时候，周明松开了手。苏柔瘫在地上，剧烈的咳嗽。贱人！周明骂了一句，转身走开。我在屏幕前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。他们终于开始互相残杀了，这就是我要的，让他们在绝望中慢慢崩溃，在痛苦中慢慢死去，比我亲手杀了他们更让我痛快。我关掉监控，躺在床上，空调吹着冷风，很舒服。明天会更精彩。高温持续的第15天，人性彻底崩溃了。我坐在地下室的监控前，看着周明和苏柔走向最终的决裂。两人已经断水3天，苏柔已经神志不清，一直在说胡话。周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。这天晚上，周明突然说：“楼下老陈，他还有水，怎么拿？”苏柔虚弱地问：“你去求他？”我没力气，你必须去。周明突然暴怒：“你想死在这里吗？”苏柔哭了：“你为什么不去？”周明说不出话。我知道为什么，他上次抢了老陈的水，现在没脸再去。你去。周明的声音软了下来，求他，给他，什么都可以。苏柔听懂了，他的眼神变得绝望，但他还是挣扎着站了起来，因为他知道不去就是死。我切换监控，看到苏柔摇摇晃晃地走出公寓，她穿着一件薄薄的睡裙，头发散乱，像是游魂。她敲响了老陈家的门，门开了一条缝，露出老陈苍白的脸。陈叔，给我点水，求你了。老陈犹豫了一下，最终从门缝里递出一瓶水。苏柔接过水，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，但她没有立刻喝，而是问：“还有吗？”我男朋友也。老陈摇摇头。苏柔的眼神变得疯狂，她突然推开门，冲进老陈家，把水交出来。她像是疯了一样，翻箱倒柜的找。老陈想阻拦，却被他一把推倒在地。我在屏幕前冷冷地看着这一切，这就是人性，在生死面前，所有的道德和善良都不值一提。苏柔找到了老陈的藏水，2瓶矿泉水藏在衣柜里，她狂笑着抢过水，转身就跑。老陈倒在地上，绝望地伸出手，不要，那是我的。但苏柔头也不回地跑了。我关掉监控，走到冰柜前，拿出一瓶冰水，冰凉的液体划过喉咙，舒服的我叹了口气。苏柔，你看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爱情，在生死面前，周明连陪你一起去找水的勇气都没有，而你为了活命，可以毫不犹豫地抢走别人的救命水，你们真是绝配。周明的孤注一掷，他在50摄氏度高温下走向死亡。高温持续的第20天，周明终于做出了决定，他要来找我。我坐在地下室的监控前，看着他收拾东西。一个背包里面装着几瓶从苏柔那里抢来的水，一把水果刀，不知道是想用来防身，还是用来对付我。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什么？我放大监控画面，看清了纸条上的字。我去找凌婉，她有很多水和食物，等我回来接你。周明，我笑了，都到这种时候了，
他还在骗苏柔，他根本没打算回来，他只是想把苏柔一个人扔在这里，自己逃命。我切换监控，看到苏柔躺在床上，眼神空洞。他也知道周明不会回来，但他没有阻拦，因为他已经没力气了。连续几天的交易榨干了他的身体，也摧毁了他的精神。周明出门了，时间是下午2点。一天中最热的时候，气温显示52摄氏度。我切换到外部的监控，看到他踉跄地走在马路上，阳光毒辣的像是要把人烤熟。周明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，汗水刚流出来就被蒸发了。他的皮肤开始发红，然后是脱皮，但他没有回头，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，留在公寓是死，出来也是死，但至少出来还有一线生机。我在屏幕前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这个我曾经爱过的男人，现在像一条丧家之犬。他走了大约半小时，终于撑不住了，他倒在一棵树下，大口喘着气。他从背包里拿出一瓶水，喝了几口，然后继续走。但我知道他走不到我这里，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，人体最多支撑1个小时，而他已经走了40分钟，他的体温调节系统已经开始崩溃，再过20分钟，他就会出现热衰竭的症状。果然，10分钟后，他的脚步开始踉跄，他停下来，扶着路边的电线杆，剧烈的呕吐，吐完后，他继续走，但速度明显慢了下来。又过了10分钟，他再次倒下，这次他没有立刻站起来，他在地上躺了5分钟，然后挣扎着爬起来，他的嘴唇干裂出血，眼神涣散，他已经到了极限，而我就在这里等着他。我打开地下室的监控，调整到别墅外围的摄像头，如果他能走到这里，我就能看到他，但我希望他走不到，因为让他死在路上，比让他死在我门前更让我痛快。监控里，周明还在走，但他的速度越来越慢，脚步越来越虚浮，他走错了方向。我别墅在西山，但他往北走了，他迷路了。在高温和脱水的双重折磨下，他的大脑已经无法正常思考，他像一个游魂，在空荡的城市里游荡，最后他倒在了路边。这次他没有再站起来，我在屏幕前静静地看着他，他的手指动了动，似乎想抓住什么，然后不动了。我关掉监控，走到窗前，夕阳西下，把天空染成血红色，很美。我端起一杯冰镇果汁，对着夕阳举杯。周明，一路走好，下辈子别再骗人了。我没想到周明还活着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打开监控，看到别墅门口躺着一个身影，是周明，他居然找到了这里。虽然奄奄一息，但他还活着。我走到门口，透过猫眼看他，他的皮肤被严重晒伤，脱皮起泡，看起来惨不忍睹。他的嘴唇干裂出血，眼神涣散，但他看到了我。林婉，他的声音嘶哑的几乎听不见。救我！我没有开门，我只是站在门后，静静地看着他。林婉，我错了。他跪在地上，给我点水，求你了。我冷笑，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林婉，看在我们曾经，我终于开口，你跟我谈曾经。我的声音通过门上的对讲机传出去，周明听到了。你在家？他的眼神亮了一下，开门，求你了，开门。我笑了，凭什么？我错了，你错了。我的声音变得冰冷，你错在哪了？我不该背叛你，还有呢，我不该和苏柔，还有呢，我不该骗你的钱，还有呢。我的声音陡然提高，你把我推出门外的时候，想过今天吗？周明愣住了。你知道？我当然知道。我冷笑，我被你们关在门外，在55摄氏度的高温下，活活热死，那种痛苦，你体会过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重生了。我的声音很轻，我从地狱爬回来，就是为了看你们下地狱。周明的眼神变得恐惧，他以为我疯了，但我不在乎，我说的是实话。林婉，你疯了？也许吧。我笑了，但疯了的不是我，是你们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我想了想，我想让你体会一下我当时的感觉。你不能这样。我不能。我笑了。我为什么不能？我可以补偿你。补偿？我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你拿什么补偿？你的命吗？你的命不值钱。我关掉对讲机，不再听他的哀求。我走到窗前，拉开遮光板，外面阳光灿烂，温度显示52度。周明跪在门外，像一条死狗，他的生命力正在快速流逝，最多再过半小时，他就会昏迷，然后死亡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打开一瓶冰镇啤酒，冰凉的液体划过喉咙，舒服的我眯起眼睛。周明，你就在这里慢慢感受吧，感受我当时感受过的绝望，感受我当时感受过的痛苦，感受我当时感受过的恐惧，然后去死。我喝完啤酒，走到门口，透过猫眼，我看到周明已经倒在地上，他的手指微微抽搐，像是想抓住什么，然后不动了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直到确认他真的死了，然后我拉上遮光板，不再看他。复仇完成了，但游戏还没有结束，还有一个人，苏柔。高温的审判，苏柔的最后结局。周明死后，我通过监控观察着苏柔，她一个人躺在公寓里，意识模糊，她已经3天没喝水了。我知道她也撑不了多久了，但让我意外的是，她居然还有力气出门。第二天，我看到她摇摇晃晃地走出公寓，她的方向是老陈家。我切换监控，看到她敲响老陈家的门，门没开，老陈已经被周明抢过一次，不会再上当了。苏柔跪在门口，不停地敲门，陈叔，给我点水，求你了，滚！门里传来老陈愤怒的声音，你们这对狗男女，别再来了！苏柔绝望地哭了，她挣扎着站起来，继续往前走。她的目标是我的别墅，她知道周明去找我了，她想看看
周明是不是还活着？他想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有很多水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他的步伐很慢，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。50摄氏度的高温对他来说太致命了。他走了1个小时才走出小区，然后他迷路了，他走错了方向。我通过监控看着他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转，他的体力在快速消耗，他的意识越来越模糊，最后他倒在了一条小巷里。我切换监控，看到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他的嘴唇干裂出血，皮肤被晒得通红，他的呼吸很微弱，像是随时会停止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没有同情，没有怜悯，只有冰冷的快意。他和周明把我推出门外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的痛苦？他们抢走我的房子，卷走我的钱，最后还要我的命。现在我只是把这一切还给他们。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我关掉监控，不再看他。我知道他活不过今晚。第二天，我打开监控，苏柔还在那里，但他已经不动了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直到确认他真的死了。然后我删除了所有监控记录，所有的证据都消失了，没有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，就像上一世，没有人知道我是怎么死的。我走到地下室的冰柜前，拿出一瓶香槟，这是我特意留的，为了庆祝这个时刻。我打开香槟，倒了一杯，冰凉的液体划过喉咙，带着气泡的刺激，很爽。我举杯，对着空气，敬你们，敬你们的背叛，敬你们的死亡，敬我的重生。游戏结束了，我赢了。高温褪去，新生开始，走出堡垒，走向未来。高温持续了3个月，这3个月是我人生中最漫长也最充实的3个月。我见证了人性的崩塌，也完成了自己的蜕变。3个月后，气温开始缓慢下降，50摄氏度、45摄氏度、40摄氏度、38摄氏度。终于，在一个夜晚，下雨了。我坐在地下室的窗前，看着雨水冲刷大地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气息。我知道末世结束了。我走到阳台上，伸出手，雨水打在手心，冰凉刺骨，却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真实。我活下来了，我真的活下来了。我收拾好行装，准备离开。地下室的物资还剩下很多，水还有3吨，食物还够吃半年。我把这些东西整理好，装了几大箱，然后我走出了别墅。3个月没出门，阳光有些刺眼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感受着久违的新鲜空气。街道上开始有行人走动，商店陆续开门，虽然货品很少，城市在慢慢恢复。我开车去了市区的救援站，那里排着长队，都是来领救济物资的。我把车上的物资搬下来，交给工作人员，看着他们感激的眼神，我心中却是一片平静。这些物资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但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救命的东西。我不是在施舍，我只是在完成自己的救赎。上一世我死的时候也曾渴望过有人能伸出援手，这一世我成为了那个可以伸出援手的人，这种感觉很奇妙。这些事工作人员惊讶地看着我，捐给需要的人。我笑了笑，我还有一些，够用了。工作人员感激地看着我，谢谢你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好人？我笑了笑，没有解释，我不是好人，我只是不想再看到有人像上一世的我那样活活热死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开车去了公墓。父母的墓前长满了青草，我放下鲜花，跪了下来。爸妈，我来看你们了，我很好，我活下来了，我把房子保住了，那些害我的人都得到了报应，你们可以安心了。我在墓前坐了很久，直到夕阳西下，然后我起身离开。我回到了别墅，这里以后就是我的家。我走进地下室，打开那台老旧的收音机，调了几个频道，终于找到一个正在播报新闻的。异常高温周期已经结束，专家正在研究原因，政府正在组织灾后重建，请市民保持信心。据统计，本次极端天气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，具体数字还在统计中。我关掉收音机，该过去的都过去了，不该过去的也过去了。我走到阳台上，看着远方的城市，满目疮痍，但还活着，就像我一样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新的生活开始了。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但我知道我活下来了，我战胜了背叛，我战胜了死亡，我战胜了自己，这就够了。我转身走进地下室，这里是我新生的起点，也是我复仇的终点。现在它只是我的家。我关上门，打开空调，清凉的风吹来，我闭上眼睛，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而我还活着，这就够了。